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娛樂圈的一陣風，從徐凱事件到譚松韻無辜被扯，明星與大眾之間的情感投射。娛樂圈從來都是風聲鶴唳的地方，一顆石子丟進平靜的水面，都能激起層層漣漪。近日，圍繞某年輕演員徐凱的討論再度掀起熱潮，當天相關詞條在社交平台上被反覆衝上熱搜，人們的情緒也被不斷攪動，有人感嘆要塌房了，有人惋惜曾經的熒幕 CP 不復當年，也有人忽然擔憂起譚松韻會不會因此遭受無端牽連。但越是觀察輿論的翻湧，我們越能感受到公眾對明星的情緒投射，對 CP 的美好期待，對作品的熱愛與對現實的落差，往往交織成一種難以言說的複雜。視頻便想從這次風波出發，談談娛樂圈的無形漩渦，粉絲情感的微妙裂痕，以及在喧囂之外，那些值得珍惜的真正價值。娛樂圈最大的特點就是風向說變就變，一個話題，一段傳聞，一個鏡頭外的瞬間，都足以把討論推向一波又一波新的高潮。徐凱事件剛爆出時，相關詞條在短時間內被反覆點擊，評論區也鋪天蓋地。許多網友第一反應不是求證，不是冷靜，而是笑着轉發，吃瓜模式開啟。這是互聯網時代的典型反應，也是當今輿論的真實生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類私人生活相關話題往往並不涉及原則性錯誤，更不屬於觸碰法律底線的行為。換句話說，衝上熱搜的風聲，多數只是正常情感生活的變動，被放大、解讀、討論，再帶上公眾濾鏡，把一個普通人的情緒震盪，硬生生放大成了全民圍觀的事件。這不是徐凱第一次被置於輿論漩渦，也不會是最後一次。因為他不是那種始終遠離風口的演員，他的外形、角色、人氣都注定他在輿論中更容易被討論，更容易成為焦點。然而真正值得深思的是，明星的私人生活為何總是被無限放大？為什麼公眾對塌房如此敏感？原因之一是粉絲將美好情緒寄託在某些人身上，原因之二是大眾喜歡把戲裡的美好延伸到戲外，原因之三是在信息爆炸的時代，人們對真實與虛構的界限越來越模糊。當初追請君的觀眾對徐凱與譚松韻的熒幕 CP 若不是真香，也絕對稱得上颳起一陣風。兩人的對手戲自然默契，人物關係動人又輕快，許多觀眾恨不得立刻貼上天作之合的標籤。但戲本就有戲的邊界，演員也有演員的分寸。熒幕 CP 是一種表演的結果，是角色之間產生的情緒，而不是演員現實生活的延伸。這句話看似簡單，卻是很多人常常忘記的關鍵點。譚松韻就是那類把分寸拿捏得最清楚的演員，不炒作，不刻意賣人設，不借 CP 延展流量，不把角色帶到生活。他的作品一部接一部，他的演技一層層打磨，他靠的是實力站穩腳跟，而不是靠任何外界的情緒綁架自己的人生。然而在輿論場裡，只要有風吹草動，他還是會被莫名捲入其中。不是因為他做了什麼，而是因為觀眾曾經喜歡他與某位男演員在熒幕上的那種甜，但那份甜從頭到尾就屬於劇裡。輿論有時便是一種綁架，你們合作甜過，我們就希望你們現實也甜。你們現實不甜了，那一定有人受傷，有人心碎。只要一個人有風波，另一個一定會被牽連。雙引號。然而，藝術與生活從來不是等號。譚松韻作為演員，不該為別人的私事買單。她作為獨立的職業女性，更不應被視作某個人的附屬。可惜，輿論很少講理。
但他卻一直站得穩。這就是一個專業演員最硬核的底氣。為什麼許多粉絲看到此類事件會說心碎，並不是因為真的與演員有關係，而是情緒上的落差感。他們曾經把熒幕裡的美好投射到演員身上，他們曾經相信，如果戲裡可以那麼甜，現實也許也不會太遠。這種心理在追星文化裡屢見不鮮，它不是病態，而是某種集體情緒的自然產物。當公眾在生活裡遭遇壓力、疲憊、現實的粗糙，他們便更願意把心放在一段虛構的、溫柔的、治癒的故事裡。然而，故事是故事，現實從不為誰彎腰，因此風聲一出，幻滅感就會直擊心底，粉絲的情緒自然會碎一地。但恰恰在此時，我們更該回頭問一句：我們喜歡的是 CP， 還是喜歡作品？我們追的是戲，還是追演員的私生活？何時開始，現實竟成為我們連戲一起拋棄的理由？明星也是普通人，這句話每天都在說，卻每天都在被遺忘。明星的職業是演員、歌手、創作者，不是偶像劇裡的完美人類。他們有權談戀愛，有權犯小錯，有權做選擇，有權不合觀眾口味。現實生活裡的他們，沒有角色的濾鏡，沒有劇本的保護，沒有完美台詞幫他們圓場。如果一個普通人談戀愛，經歷情感波動，與誰靠得更近一些，都不會成為爆點。但明星的一舉一動，卻會被上升為全民討論的焦點。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對等的暴露。而此類事件中最無辜的往往是誰？就是那些沒有做任何事，卻被扯進風波的關聯者。譚松韻便是最典型的例子。他兢兢業業演戲，他沒有發聲，沒有參與，也沒有立場，卻在輿論滾動中被反覆提及，不僅荒謬，也讓人心疼。輿論場上最不缺的就是牽連，但最缺的是基本的尊重。不得不說，請君之所以能讓那麼多人產生情緒，是因為作品本身有吸引力。無論是故事的設定、角色的張力、演員之間的配合，都曾給觀眾帶來真正的感動和甜意。那是作品的價值，不是八卦的價值。一個優秀作品的情感重量，絕不該因為演員的私人生活而出現懈怠，更不該被瓜所遮擋。追劇的初心是什麼？是劇情的魅力，是角色的生命力，是表演的感染力，是藝術的情緒傳遞。不是窺視明星隱私，不是憑空指責另一位演員，更不是把熒幕的美好搬去現實，去綁架某個人的生活，要求某個人必須甜給你看。越是經歷風波，越能看出作品的可貴。它不會消失，不會被改變，也不會被輿論左右。我們喜歡的是劇裡那些足以銘心的瞬間，一個眼神，一句台詞，一場對手戲，一段情感爆發，這些才是值得被珍藏的東西。娛樂圈表面光鮮，底下卻是極其複雜的生態，其中既有專業奮鬥，也有營銷運作，既有真實友情，也有合作默契，既有生活片段，也有輿論誤讀。公眾習慣以非黑即白來判斷，但現實往往是灰度的。一個風波發生，未必是某人錯了，也未必是誰受害，甚至可能只是最普通的生活片段被無限放大。但因為我們總想看得更深，理解更多，揣測更遠，於是故事才被不斷疊加、放大，最終變成連當事人都認不出的模樣。很多時候，複雜不是事情複雜，而是我們想的太多了。經歷一次輿論風波，我們總會陷入短暫的混亂，有人憤怒，有人失望，有人嘲諷，也有人心疼。但再回頭看，我們真正留在心裡的，永遠是作品中的光。徐凱作為演員，
依舊會繼續拍戲，繼續成長，繼續面對新角色。譚松韻更是穩穩走在自己的事業上，不爭不搶，卻始終閃閃發光。觀眾也會繼續追劇，繼續被角色打動，繼續從作品中汲取力量。這些才是最本質的。明星也是人，觀眾也是人，我們都在生活中尋找光亮。藝術是光，故事是光，角色是光，那才是連接我們與演員之間最真誠的橋樑。不要讓八卦遮擋了光，不要讓真實生活的波動毀了我們對作品的熱愛。不要因為輿論的一陣風，就否定了一段曾令你溫柔、令你微笑、令你感動的故事。無論是徐凱事件，還是譚松韻被牽連，最終都會過去。輿論會淡，話題會散，時間會把一切歸位。但我們如何面對自己的情緒，如何對待作品，如何看待演員，卻決定了我們能否成為一個成熟、善良、溫暖的觀眾。所以，讓我們輕輕地、認真地記住一句話：追劇是享受藝術，不該參與鬧劇。願我們都能把心放回作品，把愛放在角色，把期待放進每一部未來的好戲裡。願我們不再被風吹走，願我們在喧囂裡仍能保持清醒，願我們能繼續欣賞一部部作品帶來的觸動。那才是追劇的初心，也是最珍貴的情感答案。